那我们开始上课了啊！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节课啊。今天这节课呢，我们要把这张民国少年给它细化完。哦，好，先看一下我们上个星期啊，上个星期的话呢，就是让大家画到这一步，对不对？我们那个一些小设计的色块啊，我说大家可以不用做，今天去细化的时候直接就是画色块，然后直接细化就行了。因为今天这些色块的话，它的造型都不是特别的难。那我们就开始吧。OK，我们先还是来到我们的这个脸部，找到我们的皮肤图层，给它锁定掉啊。对，扫一些腮红进去。其实有时候我这个腮红的颜色也会有微妙的不同啊，这个也是根据整体的这个色系，一点点的调整，把周围呢给它糊的衔接的比较自然一些就可以啦。今天的背景是偏绿的，偏绿色的。哦，然后的话呢，我们把它的这个小嘴巴加上。今天的嘴巴的颜色呢，也稍微的偏这种粉粉的颜色就可以了。好，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这个眼睛的环节啊。这个眼睛的话呢，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下类似于这个样子的，嗯，就是说这个风格的话，它其实比较适合那种不要太闪太多的刻画的那种嘛，就整体那个气质润一点的那种感觉啊。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先压一个瞳孔在这里，对吧？然后呢，把上面接近眼睑的地方，我们给它打上一点类似于这样阴影的颜色。真传现在不是已经在真传了吗？好，我们现在开始加重色啊。然后我们在上面加一点高光，把高光点出来先。这高光可以直接放到线稿图层的上面，对吧？更方便一些啊。然后回到那个眼睛的图层，在这个高光的附近我们卡一点重一些的颜色。
点压式的一个方法啊，不要很均匀，用点的方式去做。好，来到这个图层的下面，我们扫一点点肤色进去。经常的看一下整体的颜色，感觉它是比较和谐的，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哦。来到我们的高光图层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它稍微的再修改一下、修饰一下啊，基本上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再加一点更重的颜色进去啊。然后刻画这个事情呢，其实有时候它不是说你刻画的越多越好啊，特别是进入一些比较复杂的画面关系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为了表现画面的重点的话呢，有一些地方它需要放一放的啊，是需要做一点让步的啊，这个大家知道一下。然后包括眼睛呀，或者是一些刻画也是一样，例会的话还好啊。然后，如果是稍微复杂一点的画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不同的一个刻画方式。其实有些时候，这个眼睛它都不需要表现的这么亮，它可以都没有什么高光啊，整个就全部压在那个背景里面。如果是当时气氛它是合适的话，也是很好看的啊。不是说每一个都要这样子去做。顺便想到了就跟大家讲一下啊。然后我们可以，嗯不仅仅是高光吧，不仅仅是高光吧，包括它整个的刻画风格，高光也包括在里面，也是刻画风格的一个局部嘛，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其实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是把这个眼睛刻画的越精致、越亮越好，就这个意思。根据不同的情况的话，它是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啊，如果我声音小了，你们跟我说一声啊，有可能是我平时讲话声音太小的一个原因。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眼睛图层的下面，我们就开始去画眼影啊，不是眼影，那个叫眼睑啊，下眼睑要做一下。
用我们的双眼皮稍微加深一下，然后来到我们的下面新建一个涂层，双眼皮部分可以稍微的给它扫一点点这样子的偏肤色的一个颜色上去。有没有感觉其实跟化妆也挺像的，一点点化，对不对？好，然后再回到上面这个涂层啊，那我们继续又用排线的方式，我们给它加重色，放在眼睛涂层的上面了，可以了。尤其是跟这个眼珠子相接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强调它的一个重点，对吧？一直都是想把它画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线稿图层的上面啊，整体的进行刻画了。过渡一下下眼睑前后跟周围的一个色块，让它们自然一些啊。然后是上眼睑的这个眼尾啊，也是用一个排线的方式去做啊。然后是它的一个眼头，然后用比较重的颜色，咱们抠一下它的一个形状啊。哎，现在已经开到729%了啊，我还有这样的一个清晰度的。有些同学可以对照一下自己这个画布的大小啊。果果，这个是跟果果电脑有关系的吗？这个跟你的这个画布设计有关系吧？哦，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iPad 很神奇啊，真的啊，哦，用稍重一点的偏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红色，然后我们在这边双眼皮的中间位置啊，给它加深一下。好，搞一点点的这个高光啊，在它的眼睑上面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今天这个就不加布灵布灵在眼睑上就可以了啊。好，然后我们把这个
眼睛刚才不是改变了一下这个瞳孔外面的颜色嘛，对不对？把这边稍微的用色块过渡一下。嗯，就是感觉对啊，这个气质感觉可以内敛一点，可以跟这个主题搭一点。你说的也没错，就是一种感觉。好的，没错，就是一种 feeling。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头发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灵魂高光时刻啊，偏明度稍微高一点，然后不要太白的这样一个颜色，稍微中和一下，没关系。然后第一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了，就这个色相就可以开始去糊这个高光了啊。颜色反正后面还可以调整啊，没关系。嗯，然后我们用重色在高光边上压啊。其实我有时候有一些发色我都不去做高光，我做高光我也做的比较的低调吧，应该说是。你看左边这个发色，我根本就不去做高光，我整个头发就是一个底色糊上去，然后就直接开始描线了，对吧？直接开始描。为什么？呃，因为因为因为挺好看的，因为它会跟其他的部位产生一点主次的关系，不是所有的东西我都会去刻画。就比如说像这张嘛，像这张你去看的时候，你肯定就看到中间这个乐器嘛，对不对？还有这个玫瑰嘛，对啊。然后其他的很多地方其实我是可以做刻画的，但是我就不去做刻画。然后有这种大色块本身就是会给你一种喘息的空间嘛，去看的时候，所以你就会看的这个主次非常的清晰啊，你就知道这个画面重点大概在哪。我是不太喜欢每一个犄角旮旯都刻画的那种画面。我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某一些大师的图，就是我收藏的，我可能都不太记得人家的名字，但是嗯，反正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它就有个很强的主次关系和虚实关系，比较符合我个人审美，感觉有种哎呀，欣赏起来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整体的再去调整一下啊，自己看看。
给整个头发喷点点肤色，看一下哦。这个我有时候也不喷，不喷有一种厚重感吧，跟你们讲过。喷了的话就是有种清透感。就看你这张画是需要哪种气质啊？来到线稿图层，好，我们改变一下整个头发的线稿颜色，让它更融入这个画面啊。这个联动，那太好了，有一股清澈的愚蠢是吧？嗯嗯，可能是随他们的母亲我吧。大致的把这个色稿的颜色都给它调整一下啊。色稿的颜色，线稿的颜色，有个大概。OK，那我们的脑袋基本上就已经 OK 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刻画这个服装啊。这个服装呢，它用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底色，黑色啊。然后这个黑色上面呢有比较多的一个花纹。然后我在处理这类的衣物的时候呢，常常在这种复杂的花纹上面，然后这个黑色的布料我就不做那个2分的一个刻画了，可以做一点点啊，但是前提是不要打扰这个花纹啊。然后这个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它肯定是不现实的，对不对？肯定是不科学的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是一种主观的做法，也就是一个扁平化的处理啊。好，我们先来到这个马甲。对，就是好看就行，可以直接在，我现在直接在整个上面就开始糊了啊，然后你们的话就是一点点慢慢画，画的时候记得呢就是这样的线把它慢慢的画好啊，画规整啊。那我们先把这些线处理好，这个线画的时候哎不要乱扭，哎要贴着我们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轮廓去画，知道吧？它是一个透视，你这个时候在这里给我搞一条这样的线，你就除非它花纹长这样啊，不然的话它透视就是错的了。画笔设置，画笔是这个硬边缘，没有设置哎，它就原来长什么样，现在就长什么样，这个吗？它就原来什么默认的，哎，硬边缘，哼，是不是感觉硬边缘特别好用？忍不住想要来问一下它的设置。然后我们现在先去处理这条花边啊，这条花边我现在去做的话，因为我懒得在原来上面改，我直接盖嘛啊，所以我就只能是把这个先涂黑。好，我们来找一下这个东西。你看，我找了很多什么盘扣啊，然后花边啊，
我找的这些呢特别好，为啥呢？因为它这些扣子都是你做一个旗袍或者做一个民国的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基础款式啊，不存在一个抄不抄袭的情况啊，就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款式，然后这个可能会有点就别人的原创的嘛，对吧？我们只能说借鉴一下，不能跟人家一模一样啊。这几个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可以直接搬过来啊，问题不大。新点有图层啊，我们先搞一个这个边边，类似于这样的边边啊，在边上画一下。这个边边呢，这种画边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些手法做的非常规整。是我的习惯是手绘，然后尽量画规整啊，它会保存一点点手绘感。就是在我自己的经验看来的话呢，就是会稍微的自然一些，没有这么的硬啊。像这个图，它现在肯定是一个有点不对称的图啊，它只是看着还行，这个样子。拉过来啊，然后我们要根据它的一个透视，给它调整一下，让它符合这个衣服的透视啊。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处理干净。边上这个边缘，记得给它做的平均一点啊。我们又讲到平均这个问题，这个线不要有特别大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误差。好，那我们又来了啊，继续找一下这个，回来拉一下它的透视。这个花边也可以，大家自己改啊，改一个其他的喜欢的款式都是没有问题的。
大小差不多，嗯。呃，设计前啊，看那个主题的一个难度。如果这个主题一个是设计的量比较大的话，比如说一套它就有7、8个啊，然后需要到的资料比较多的话，我可能会花1到2天的时间吧，就是去找我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料。当然，基本上在后面画的过程当中还会进行补充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明确了，我就需要一个盘扣，我就去找一个盘扣；我需要一个什么，我就去找一个什么，对吧？就前面确定大致风格和那个走向的时候，那个素材我会找的比较久的。那个找也不是说随便找找，真的是基本上一整天都在找。一个文件夹有时候可能有100多个图，然后都是跟那个资料有关系的。多的话100多个图。啊啊，找个图有什么好牛逼的？把这个线条给它搞规整。我自己主观的感受是，找图现在越来越好找了，比我自己刚开始画的时候，那会儿是感觉没有什么方向，然后很迷乱，然后也不太知道说我找到这个程度是不是足以支撑我的这一场设计了。现在的话，基本上我都大概能知道我想找的是什么，我能很快的确定一下关键词，还有平时会有一些感兴趣的积累嘛。嗯，对啊，我要找的这个细节，你不能说全部都很完善。就比如说我刚开始画这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里需要一个花纹，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在找第一部分资料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这么细的花纹，我就是随便胡两笔，然后我之后再去找这个花纹，可能没有这么完善，但是大致是 OK 的。大致我是知道我这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呀，然后它的一个层次啊。然后它的一个色调啊是怎么样，这些我是已经知道了，大致造型是知道。颜色小稿，颜色小稿有时候会搞，是那个就是有人找我做委托的时候，我会先做几个颜色小稿给金主看，让他选，这个时候会搞。自己的话可能就直接在上面胡色块了。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嘛，那个胶带稿这个东西，它的自主性非常的强就基本上我画什么，只要我画的不是特别的离谱，主催一般都还是愿意接受的，就是我自己说了算的情况会比较多。然后这个 AI 嘛，现在确实有点影响我，就是看到它会，确实生理上面有一点让我有点倒胃口，有点影响我的激情。
根据这个情况啊，自己在上面做一点点补充，做一点点修改啊，增加这个纹路的一个精致感啊。因为原来的话，你的那个色块做的是有点粗糙的嘛，对不对？要完善起来。这个现在这个年代的同学，配色已经不是问题。现在这个年代有太多的配色方案和分享，你都甚至不用自己去硬想。我是这么觉得，颜色配来配去其实都差不多。它的点在于不同的一个色块之间的，就是色彩组合之间的一个搭配吧。啊，像那种很经典的那太多了嘛，有的同类色，对吧？然后对比色、互补色，然后或者是一些电影截图的配色，不是经常你在网上看到有分享吗？或者是一些人他觉得自己这张颜色特别好，他做了一个色卡分享，不是你经常有看到吗？对不对？直接拿来用啊，不是说你拿过来用，直接就变成自己的原创作品，你拿过来练习，你练习完了以后，你的脑子就已经拓展到这个颜色了，你这个颜色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你可以用它，你没有感觉到这个颜色用起来会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这样子你直接拿来用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哦，这一个颜色，这一部分颜色，这一块颜色用起来，它给整个画面带来的是一种温暖感，是一种清冷感啊，是一种神秘感，是一种生机感，对不对？你会有感觉，感觉就很重要。有了这个感觉，你下一次想要自己去做一些原创的时候，你会唤醒这个记忆。你现在都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你没有办法唤醒它，所以会觉得配色上很困难。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我经常跟大家很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配色配得非常好看的，其实油画作品是最棒的，对不对？这么多已经不在人世的作家，随便拿他的作品拿过来吸色就可以了，然后看一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配色方案。人家用的是互补色，对吧？比如说红配绿，那你也用互补色，那你不要用红配绿嘛，你去试试看，就是蓝色配别的颜色，什么配什么颜色，哎，你不是有3组互补色嘛？你试试看用其他2组能不能配出类似的效果来。也是很好的一个练习颜色的方法。OK 啊，这块其实差不多了，我把这个线条啊给它擦擦掉。哦，配色显脏，那就是出问题了。配色显脏，一般都是你自己配的，完全自己配。我是很建议你去找颜色参考的，就不要一上来完全凭自己的小脑袋瓜子在那边硬配，你找点配色参考放在边上。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你能想得出来的颜色搭配，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就没有，一定会有一个跟你想象当中的那个画面非常相似。找点想要的大效果放在边上，然后你配的时候你也很难配的跟他一样，因为你有自己主观的一个看法，你配着配着肯定会跟他有区别的。还是回到那几个字吧，找参考。而且参考找多了以后啊，你很自然的你会摆脱参考的，你会在画某些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太需要参考了。
啊，对啊，这个只能说是少见，对不对？这个只能说是不太特别常见。但是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搭配吗？不可能。虽然这个是我很爱用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之前误打误撞喜欢的一种搞起来的一种风格。但是你说这个世界上肯定也有一些配色跟它是非常非常像的。嗯，因为黑色打底，黑色打底你就可以任意花俏了，反正也怎么样都不会太过头。嗯，对，确实。我遇到颜色上的灰溜溜的同学，我就会说你要不要试一下五彩斑斓的颜色？其实高明度、低饱和度的颜色是很耐看的啊，不是说不好啊，这个是最好的一种配色方式了，最出效果的一种配色方式，只是没有办法跟到了我就是那种喜欢花俏的人。小小鹦鹉，这怎么有一个黑色我弄不上去？直接在上面画就好了。这个画的时候啊，稍微留一点这种怎么说呢，笔触在上面也没关系啊。大致看起来它是外轮廓是规整的就可以了。哦，对，配色参考的话，还有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方向，就是找大自然的东西。大自然的配色是，嗯，我们人类的脑袋瓜子很难想象的。好，所有的这些叶子全部都给它规整化。做的时候的话呢，不用做的色彩过于的均匀啊。梳理现在就是你在整理它了啊，而你不要把它做的太过于规整，太过于平均了，知道这个意思吧？不是说要做的不整洁啊，整洁一点，外轮廓做整洁，但是稍微保留一点它刚开始画上去的时候这个颜色的一种不均匀感啊，还有这个形态的一种随意感。对啊，就是避免这种呆呆，所以刚开始一下笔的这种大感觉就很重要。我经常会这样子，哎，就是保留草稿的一些随意感。
还是比较在意这个东西。你可能单看来看，有某一些叶子它长成这样可能会有一点不科学，但是我们看整体嘛，对不对？整体看一下啊。那你归纳一下，那你们归纳一下这张的配色，你觉得为什么会比较和谐，又比较稍微有点特别嘛？他用的一个思路是什么？有啊有啊，有一只小鹦鹉啊，有一只小鹦鹉。嗯，纯灰也是啊。哎，一开始记不记得我们配色的时候那个思路嘛，对不对？啊，首先说这个东西整体的配色有没有黑白灰？有，对吧？有一个黑色。除了黑白灰以外，其他的颜色你大概选择的是一个什么颜色？大致其实是一个近似的颜色，对不对？很相似的颜色，那蓝色和绿色嘛，它这两个颜色不是靠得很近的嘛，邻近色嘛，对不对？然后大致全部都是邻近色，你眼睛眯起来，是不是都是蓝绿色？蓝色、绿色，然后就中间一点点的地方强调颜色，用一个跟蓝绿色比较，对吧？稍微岔开来一点的颜色啊，然后纯度上面再做一点点对比。那思路是这个思路，是不是？这个颜色也偏沉了呢，偏沉了，它不是黄，它沉，沉跟这个蓝色的话，它的对比会强烈一点。然后这个思路其实很多服装设计在用的时候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包括我之前那个颜色比较多的那几套啊，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做。一般来讲的话，花鸟用的会是花多一点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用的竹子，然后我这个东西不是当时是自己
想想，然后就定下来了嘛。然后我今天找材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张柜子，上面的这个元素就跟我想的这个非常非常的相似。哎，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想出来了以后世界上绝对没有的，肯定是有很类似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对啊，就是竹子给它留一点点透明的感觉。看一下细化前后的对比啊，就是留了很多草稿的感觉，对不对？但整体上变得规整了。嗯，偏橘色的果子，嗯，应该是合适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色块的大小啊，只要跟整体和谐就行。添一点小小的橘色果子，我感觉应该是挺好看的。乱的话，那就是涉及到排列了。这个跟颜色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从颜色上面应该是不会乱的。你这个橙色跟我这个橙色应该也比较接近，是一个比较相似的颜色。它如果不大啊，它只要它是小小的，那应该是不会在色块上在颜色上、配色上显得乱。那就要你看你怎么排列了啊。领子上蓝色盘扣边上加一个，那你瞧瞧看，五个橙呢？那其实不乱啊，那就是好看的。它这个橙色就是跟这个黄色就很近啊，你哪怕搞一点小果子放这里也是好看的，对吧？那我取的纯度很高啊，好看的，自信一点。但它不能太抢啊，它不能色块大到跟这个叶子差不多大，那你这个主体就不清晰了。对比色在用的时候要注意排列，注意它在画面当中的占比要有比较大的差别。好的。
这个主页这一块的修饰虽然看着比较简单，其实考验大家对形状的一个感觉。经验不足的同学容易画的比较的，就是呆板一点。画画看吧，同学们，反正都是新体验。嗯，对，但它整体看着应该还是要色调和谐。嗯，就是离我们近一点的，大家可以画的稍微明显一点啊，然后离我们远一点的，大家可以稍微跟这个黑色相融一下，隐没到这个背景当中。啊，对对对，不难不难，试试看，画起来就不难了。有些东西吧，看着难，但画起来不难；有些东西它看起来简单，画起来特别难。没事，慢慢来吧，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不过确实，多巴胺现在教的人不多哦。对，多巴胺下了之后再讲。啊，对，稍微搞一点点颜色，它那个就是丰富一下。在统一的色调里面稍微再做一点点的小丰富嘛。啊，差不多啊，衣服就归纳的差不多了。
黄黄的果子不是杏，说起来你可能不太相信啊，它是个月亮。但是有时候的话呢，你也，我就是加色块的时候，也不是很在意它是个什么东西，对，它只要有这个颜色在这里就行了。啊，哪个嘛？下面这个啊，它也是个月亮。哎，没想到吧？它不是只有一个月亮，只要我愿意哦，它可以有很多月亮，哈哈。好，搞个扣子，搞个这个扣子，教给你们一个，不太敢设计的时候的一个小心态。我经常这么想。就是感觉画这个啊，会不会不太好啊，或者会不会讲不过去？我心里都这么想啊，反正是不犯法的事情，也没有人把我抓到牢里去，我就这样了，你能怎么样？对，怀着这样的心态去设计吧，同学们，只要是不会被抓进去的就没关系。再教一些什么糟糕的东西，意思就是大家胆子大一点。好的，然后我们稍微用黑色哦，怎么都是马赛克，搞一点那种似是而非的细节过来，意思就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球，这边会有一个连过来的线的结构，稍微加几条线，几个色块，它就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了啊，是不是？哦，这个盘后看起来就蛮秀气了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个袍子的环节啊，那我们还是一样把相似的东西先给它做掉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袖口。完成了我们刚才的那一步以后啊，这步就显得非常的简单了。这边分布一点绿色的就可以。
然后我们往下走，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底部啊，是一样啊，快速的给它归纳好。小度的思路，线格或者是质感刻画勾边。嗯，那我画所有的东西都好像都是这个思路，画人好像也是这个思路，就是这个风格，扁平化的这种风格，我好像都是这样画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勾边啊，这个勾边呢，如果有些同学后面不想勾的话呢，嗯，扁啊，这个这个挺扁的，算扁吧。勾边，如果有些同学不想勾的话呢，就是嗯，就是课上的这个作业不要紧啊，就是你以后如果出去画的话啊，后面勾边不想花时间，前面线稿就要花时间啊，线稿要处理的干净一点，知道吗？你不能用我的这种线稿，然后你又不勾边，因为我这个线稿是非常的，就是有点粗糙嘛。然后我为什么会粗糙，是因为我后面会重新修饰，线稿尽量要做的干净一点啊，完成度高一点。线稿阶段的话，粗细就要给它做出来了，然后你后面不勾边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的。反正缩小了看也看不太出来。但是线稿又粗糙，然后又不勾边，然后你缩小了看，看起来还是会粗糙的话，那就不太 OK。那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也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要精致一点，做的精致一点，知道不，同学们？啊，注意这两条边的透视啊。好，所有黑边边部分都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们来到这个袍子的环节。这个袍子的话，其实就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花纹呢、我随便给它扭一个花纹，然后给它排列一下就行。
怎么会这样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一下 iPad 呢？啊，肥猫的灵魂拷问。iPad 的话，线稿和画那种小的东西都还挺好的。我在上面画都是画小物，可以躺床上画。然后大的那种稿件什么的很少，感觉经常出现像你们讲这种不太清晰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搞得很麻烦。我用的就是 Pro 啊。OK，然后根据刚才的排列来嘛。那这个先拿到外面去。哦，真的啊安利了好多人应聘人。什么东西只要用习惯了就都可以。对，它好清晰。你们问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
擦除一些没有必要的地方。嗯，对，差不多了。啊，这袍子上已经有花纹了啊。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裤子啊，这个裤子，这个上面花纹很多，所以我在上面没有打算要做那个明暗褶皱啊。但是这个裤子的话，我们裤子跟鞋子我们还是要稍微做一下的啊。然后做的话呢，也是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风格去做啊，就是去你之前我们是浅的裤子嘛，去做它的那个暗面嘛，对吧？现在它已经这么黑了，然后你又没有打算给它提亮，那你只能去用这个灰色去做它的这个亮面啊，那个思路稍微的反一下，能理解不？裤子，找找它的裤子在哪里？对，一点点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就把它的下面这个扣子我们给它完成了啊，就是颜色给它做圆啊，这线中间这根线给它做均匀啊，跟上面是一样的处理方式啊，我们给它加一点点黑色的小线条和小色块啊，表明说它此处它是一个扣子啊，这样缩小看就已经很有说服力了啊，已经很有说服力，你就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下，来一个花纹。看一下哦，花纹的话，我们可以学一下刚才看到的那个花纹。对，有一点像花，也有点像海浪的。现在涂黑啊，缩小看，对，好，这边也是，不画褶皱了，哎，不画喽。道理跟之前也差不多啊。好了，让我 think 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搞。这种小的地方复制粘贴一下不要紧啊，但是大的地方我不建议大家复制粘贴。大的地方如果是一个非常视觉中心的地方，我是建议大家自己画。那小的地方没关系了，小地方我经常干这种事情。OK，然后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这个扣子，我们找一个这种三耳扣，三耳扣加上这个蓝边以后啊，它特别的像，特别像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牌子，少了一个耳朵那个牌子。这个只要给它留一点色块就好了。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有点像那个梵克雅宝，少了一个耳朵的梵克雅宝。
觉得有一点点像啊。然后这个帽子的边边上搞一点，还在吧，同学们？我刚才不小心把 WiFi 关了，又开起来1秒钟，还在啊。嗯，好好好，不在的是什么意思？好吧，允许你傲娇一下，毕竟是我们的最后一节课了。OK，诶，好的，整个人物现在已经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补上重要的小鸟和那个箱子以及鞋子啊，这几个我们给它画好就 OK 啦，就差不多 OK 啦。你搞一个小鸟哦，小鸟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动作呀，这个动态呀，有点像这个哦，宝石链子，哦哦哦，宝石链子，宝石链子没事，这个刻画的都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的类似啊。等一下我给它再画一下，先搞一个没有那个压感的颜色啊，没有压感的色块啊。少爷是这样的，鸟的一个背面了，其实就是啊，所以你这个小鸟其实看不到它的脑袋瓜子人家是新时代的少爷，你知道吗？他肯定是要反对那个包办婚姻的啊，就这个样子，类似于这个样子，上面的翅膀的尖尖的，对不对？
家里安排给他自己带了一个床，也不是不行。现在已经给他安排好了2段姻缘了。少爷上推特可以，但是推特现在已经不是小蓝鸟了。少爷没想到吧？现在推特已经变了。一只小鸟。哎，我开头我也有这个想法，我感觉两个好像是有点东方的那个少爷跟西方的少爷的区别。少爷上推特，都是看起来很贵的样子，有的。那我们给他搞一个正片给你啊，然后把这个线条呀给他安排上，那就具体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内部有一个比较短的这个羽毛层啊，这会不会像蛾子？真的吗？那你就画蛾子吧。好，然后像这样子啊，依次的给它铺开来。其实蛾子真的很好看，不觉得吗？靠近身体的羽毛，我们稍微给它做的短而方一点啊。靠近翅尖的这个羽毛，我们稍微给它做的长而细一点。可不是嘛，小铃铛，我们的团练真的时间过得很快。这个环节的固定嘉宾，我们的快乐老爹。下个团练我想想啊，你想想看什么？可能应该会是古风吧，因为我之前答应说开一个女孩子的。是的，我们的约定，是我跟你的约定是吗？好的。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啊，画出我们这个大的辅助线。文物拟人蜂巢，这个我感觉我画过类似的。其实上一回画那个我画的那套古风，我就是有这个想法在里面，我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画的，只是我没有说它是拟人。今年今年能开就不错了，打算先去美美的，you know，美美的休息，把这个群啊给它屏蔽掉。辐射辐什么射？我这不是天天在辐射，现在我已经不是天天在辐射了。不会的，你们先去别的老师那里玩一圈，我知道还有很多老师的课都非常的精彩，可以出去先玩一圈。等我要后你们再回来。你少来，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你有太多的你有太多的宝贝，对不对？哼，被我发现了，这是真的吗？九子，这是真的吗？后，你这个渣女，我得想想古风怎么上啊，因为古风这个东西画起来还是，你看这个小鸟的形态就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小鸟的形态就出来了啊。我们在画的时候，大家注意，大致的话是分为内外两层啊，但是我们还可以再往里面细化。但是这种风格的话，大家先把它分成这样两层先啊，然后外面这一片羽毛的话都是比较长的，然后接近那个身体的时候，记得把它画的短一点、圆一点。啊，接近那个翅膀的时候，记得把它画的长一点啊，细一点。好了，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基本上就这两个。好，然后我们现在给它加上我们的那个这个配色，对吧？这个黄黄的颜色。对啊，大致先这样分啊。里面有一些小羽毛的层次的话，到时候色块来一点就可以了啊。边上我们给它刷一层这种黄色上去，跟我们的这个主体相呼应嘛，是不是？哎，忍不住感叹这个彩虹鹦鹉真的是太好看了，那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鸟？想不通你们颜色，哎，不能养它们。鹦鹉这个生物它太聪明了，你养它，它活得又比你久，你死了它又很悲伤。
你把它关着，它也很悲伤，它也很需要别人陪。太聪明了，这种动物你不能养，不能养这么聪明的动物。啊，对，它叫金刚鹦鹉。对，我们只能养一些笨一点的动物，比如说我家的狗就是很笨，所以养它没有什么关系。它可能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它，哎，其实我一直想带它去做智力测试，你知道吗？我感觉它在狗里面应该算是弱智，我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因为它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发烧了，发了一场烧，后来就是刚来就等于那种星期狗嘛，刚来就发烧就细小，然后就会死的那种。后来我们给它就是治病嘛，给它治回来了。然后我一直怀疑它烧傻了，在那一场发烧里面，所以我现在一直觉得它有点弱智。嗯，反正我看人家的狗都很聪明。它对啊，就是买过来第二天、第三天就马上就发烧，拉稀拉的一塌糊涂。傻点就傻点嘛，活下来就行。哦，对，他越笨点就笨点吧，没关系。弱智有弱智的好处啊，开心啊。那这段时间我病得快死了，他也蛮开心的，他每天都很开心，然后还在床边骂我，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躺着起不来吗？他就在床边上，在我的头上骂我。我觉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要我要报复他，我要回去骂他，所以我很坚强的生存下来。他那个口气就不是关心你的口气，他就是骂你的口气。OK，大致的这个羽毛哦，过渡一下，染一点黄色，染点黄色上去，这个里面染一点黄，混一点颜色，不能说是啊，也可以说是染一点啊，混一点颜色，色彩过渡的自然一些。然后到里面的这个翅膀的话，我们稍微可以给它做一点点色块进去啊。
不是，那个是，那个就是另一个故事。外面有一个在夜间行动的野狗黑帮啊，他应该是那个狗帮的老大。他有时候在外面吵起来，我们家狗会在家里跟他吵架，所以我说他不太聪明。那聪明的狗怎么可能在家里跟外面街上的狗吵架呢？你觉得会吗？哎，算了，没关系。我不是啊，我住10几楼。对呀，是啊，这外面的野狗根本听不见它在叫什么，然后它就一定要跟人家吵架。你觉得这是一只聪明的狗会干出来的事情吗？我有时候看到它吵架，我可愁了。啊，差不多细化到这个程度就 OK 了啊，就 OK 了。哎，给它合并一下啊，合并一下。下曲线稍微的拉高一丢丢啊。好，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包啊，看这个包，它是一个行李箱啊，跟这个会有点像，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啊。找到行李箱，行李箱在这里，直接把它覆盖掉啊，我就覆盖了以后，直接在上面画了。先在上面把它的这个结构画出来啊，它应该是会有一个盖子的，看到没？那盖子呢，我就放在那边了啊，就是离我们远一点的那一边啊。这个线一定要画的很平均了，对不对？线画的不平均的话，你这个结构就不好看了啊。在结构的基础上，把我们上回乱七八糟抹的这些色块，我们要给它合理化啊。这也是我经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色块考虑完了以后，开始考虑它的合理性。这块是盖子啊，那么这个盖子上面，我们可以在这个角的地方啊，做一点这种金属角，对不对？那么这边也是一样啊，没有必要的金色我们就去掉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啊，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先把金属角留给它，大小给它规范化啊。好，然后我们延伸这边这个面，我们给它稍微的做一点点这个金边包裹，还是一样啊，我们注重这个线条的一个规整平均啊。像我是在上回的色块上面，呃，直接覆盖，
上回大家没有做到这块的，就可以直接规整的去画4条线加这些角，对吧？就会方便很多。用一个重点的色块啊，画出它里面的这个角。然后我们用这个重点的这个色块，我们给这几个边稍微的描一下。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你画的线很死说完。这里会有一点点的包边，这里应该没有包边啊，这个角度应该就没有包边了。pass 掉。这边应该会有2个扣子啊，2个扣子，就像这个一样哦，2个扣子在这里。这边也来一个。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袋子，这个袋子它是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上面这个皮质的结构，皮质的结构。我们把这块皮呢，先用一个稍微重一点的颜色给它标出来啊，握在这块皮上，对不对？好，然后它底下的话呢，应该是一个金属的扣子，连着一个金属的结构啊，在我们的包上面。这个扣子连下来，连到这边会有一个结构，金属的。好，我上去先把线稿这块的颜色给它去掉先啊，这样大家更容易看清楚。上回这个是我们就做了2个结构，2个长方形，对吧？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要把结构做出来啊。做出来以后，用一个重一点的颜色。
对吧？啊，这边也是一样啊，注意透视啊，注意透视啊，水平线要跟这边的水平线是齐平的，这个直线要跟这边的水平线是纵线是平行的啊，不要乱画，这个就会有一点点，这个就有一点点考验大家的这个平时的这个透视了。一样啊，我们用一个重点的线。这边翘起来，这边哦，可以收一点过去。啊，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再添加一些小小的，像它这样子搞一点这种，在上面也可以啊，有这种类似于这个样子的，啊，一点小小装饰。
这个我们搞一条线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啊。整体的话，哎，它这个金属部分我们用一点高光啊，表现一下它的这个质感。这个皮箱差不多到这一步就 OK 了啊。嗯，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鞋子吧，先看鞋子。鞋子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点那个，可以做点渐变。我今天找的是一双非常板正的牛津鞋啊，这个是皮鞋的一种基础款式了啊。优化鞋子可以从牛津鞋开始临摹，两边啊这样过来，然后这个是鞋头啊，鞋头它会有一个这样往里凹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鞋背啊，鞋背上面可以看一下这边啊，然后到我们的脚后跟，看一下它的起始位置，画一下它的这个结构线。然后这个前面的话，它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洞洞，在这个正片底底的下面啊，我们给它做一点点高光，压一下，
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对，有屏幕了吗？刚才怎么突然屏幕没了？叫我重新分享。有是吧？好，好，好，好。然后我们搞一个描边呐、这边记得凸出来一点点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串串啊，这个串串的话，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先搞一个圆，新建一个图层啊，然后填充一下，嗯，然后把这个圆的话呢，给它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串串给它排列起来。嗯，哦，这个颜色的串串一看就知道是价值不菲。这个叫什么？帝王绿，没错。我们虽然说不一定买得起帝王绿，可是我们花得起。闭嘴！说什么虎狼之词？啊，对呀、得画个靶子跟它连起来。它是怎么连的嘛？哦，它是硬串串在那个绳子上面，也不是不行，也可以。我们也硬串串在绳子上。我们也在这里搞一个。扣子是有了，扣在这个绳子上面才是。把这个珠子掰开来一点，扣在这个绳子上面，简单却粗暴。
好，然后我们点高光，点一点反光啊，然后高光和反光的涂在下面，混一点灰色在这个绿珠子里，因为现在绿珠子的纯度很高。其实这个太小了啊，其实不混也没关系。如果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话，它是一定要混的，因为它这个高纯度的颜色占比太大了。现在整个在整体里面它非常小，边上再加上边上压的是黑色，其实不画也行。加一点点重色在里面啊。这个时候就大家经常缩小看一下，不要太过火，还是一样，因为它现在小，而且数量多啊，那处理方法又一样，这个跟单个这样画出来的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嗯，不要太过火啊，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有一点点质感就可以了。整体的调一下它的一个颜色，曲线可以稍微调亮一点点。好的，那么基本上这个人物他内部的一个细化就差不多了哦。我们配上一个背景的排版的一个颜色啊，这个排版它的那个规整的话呢，之前我们都已经做过了，把它拉过来就行了。我这里给大家看的是一个配色，这种配色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一个正片叠底和描线。
正面叠底这回做的就不多，因为我们很多地方用了一个平面化的处理，对吧？嗯嗯这边下面啊，主要的正面叠底就集中在我们的淡色的这个袍子这一块。我默认的仍然是一个顶光啊，这次的顶光来自于我们的右侧。后边这一片我们给它做一个分层啊，前后我们区分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就对它进行整个整体的描线就行了。呃，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啊。到了我们的描线环节喽，最后一个环节喽。先从脸部开始，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哟。啊，
哎，画的那个白色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反光吧，就是想搞一点上面的反光，顶面的反光。其实不画也可以，只是想给这个鞋子增加一点点那种透亮的感觉，就给它凹一点反光上去。这个字体我找找看哦，我找找看哦，找到了给你。再次调整头发的线稿颜色。这个描线它就不是重新把线描一遍这个意思哦，知道不，同学们？卡碧色增添一点体积，其实都是在这一步完成的啊、哦。整个这个男孩子的课程学完，就其实最要紧的就是造型方面的话，一个就是人体的比例，还有个脸型和五官，对不对？学费啊，好的。
优秀学员表示他已经学会了。这个底色是黑色，太方便了，直接用这个黑色去卡它的一个外轮廓，把它的这些线稿啊，哦，都给撇干净。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加一点小小的碎毛进去啊。OK，这样我们的面部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就把边上这一圈，我觉得用黑色就也可以，这里用黑色也可以，为啥呢？因为这个背景色跟我们这个蓝色其实有一点太接近了。用黑色我们把它做圆，其实也没有特别圆啊，尽量在手绘的范围内把它视觉上看起来圆一点，这样子就既显得比较规整，又显得比较自然啊。咱们的衣服环节，马甲的整个外轮廓，我们都可以用黑色给它勾一下。这个是里面这个边，里面这个面啊。
好的，画鞋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结构给它补全啊，规整一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绿桃子啊，同样呢，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线稿颜色调整的环节。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比背景稍深一点的颜色啊，去做它的一个勾勒。比衣服稍深一点也可以，反正那个颜色比较接近。像衣褶的话，基本上我自己的标准是不太留线条的啊，也就这边多一点。同学们还在吧？这边没关系啊，这边非常的小。
那不要紧。对呀、睡着了吧你们？如果是比较严谨的话，其实是可以稍微的挪一下位置的。但是我这里这些花纹还好，觉得不挪也还行，因为它本身这个图形就不是特别规则，看起来没有很突兀。如果是很规则的图形，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很明显的啊，它不贴着那个褶皱走，呃，有一种很平面的感觉。这个时候是需要挪那个图形的，局部去挪它，很仔细啊，很仔细，肥猫，非常非常好啊。我这个因为是本身就是不规则图形，再加上它手绘的，它本来就不太对称，干嘛的，不太特别的完全的对称。不是反光，是光源，因为这个裤子我画的是亮面，没有画暗面。对，就是跟我们平时那个刻画反着来，懂了？好家伙，我交朋友，你现在不是已经跟我交朋友了吗？
最后我们来描一下这个箱子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同学们，坚持一下啊。寒假呀，我在考虑是寒假还是明年暑假。No 暑假，为什么？寒假，寒假我们又要重蹈上次的覆辙，大年30在那里，大年初一在那里画画，真的吗？然后大家都在拜年，然后我们在那里奋笔疾画啊，那不好吧？看出来了，你这个人，你不想拜亲戚对不对？你不想走亲戚，感觉差不多年了啊。好，整体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这个人物的话呢，就这样子，good good，beautiful。啊，配上背景是这样子啊，然后你也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小小的配件啊，搞点比较复古的信封啊、小羽毛啊放在后面也是可以的啊。嘿嘿，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示范。哈哈哈哈。那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好像没有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明天这个星期天我们讲第二期的作业，然后下个星期天我们讲3到4期的作业，就看情况吧。3到4期如果交的多的话，我们也就一节课一期好了，没关系啊。如果说2个小时就是能度讲，讲完就交的不是很多，那我们就一起讲吧，好不好？过年可以跳开，然后再接着上，啥意思？看不懂。没问题是吧？好，那我们就停止录制喽。